3i 阿特拉斯已經到達近日點，這顆從星際空間闖入我們太陽系的星際彗星，終於抵達了它穿越太陽系旅程中最關鍵的節點——近日點。所謂近日點，就是指行星或其他天體繞太陽公轉軌道上距離太陽最近的位置。這意味着它並不會撞擊太陽，更不會撞擊地球。此刻它距離太陽僅僅 1.36 個天文單位，大約2億公里。這是它距離太陽最近的時刻，也是決定最終命運的時刻。哈佛大學物理學教授阿维勒布稱這一天為他的酸性測試，因為在太陽超高的輻射強度和溫度下，一切掩藏在塵埃中的秘密都將被揭開。勒布教授在昨晚發表的推文中指出，3i 阿特拉斯的表現可能出現3種截然不同的結果，而每一種都将徹底改变我們对於这位星際访客的理解。1. 標準彗星假說，這是目前最簡單、最樸素的解釋。把這顆星際彗星看作成是一顆普通的彗星，即它依然是由常見的冰、水、塵埃和岩石構成，在靠近太陽的過程中，被太陽的熱量點燃，內部的二氧化碳或水冰開始迅速升華，噴射出塵埃與氣體，形成耀眼的彗尾。韋伯望遠鏡此前觀測到的反尾現象，也許正是這種噴射方向受太陽風影響的結果。如果3i 阿特拉斯屬於這一類型，那麼在近日點，它的亮度會迅速增加，彗尾變得明亮，結構扭曲，最終在幾周後逐漸暗淡，重歸星際深處。這意味着，雖然它的到來很神秘，但它的基本結構組成與太陽系內的彗星沒太大區別。2. 外星探測器假說。在介紹勒布教授提出的這個假說之前，我必須先介紹一下他的科學作風。勒布是一個從不滿足於自然解釋的科學家，他的大量文章中都會提到支持外星文明的觀點。早在2017年發現的星際訪客奧莫莫開始，他就大量在文章中宣傳它有可能是外星飛船，但這只是一種大膽假設，並不是科學事實，因此大家不能直接把這些結論當真。而關於3i 阿特拉斯的近日點，他就提出另一種大膽的設想：如果3i 阿特拉斯是一艘星際飛行器，它在旅途中保持沉默，直到靠近太陽時，利用近日點的引力勢能，執行一次高效的奧伯特機動，也就是在強引力場中點燃推進器，產生最大化速度增益，從而改变航向。或者它可能在近日點釋放出微型探測器，在太陽的耀斑掩護下展開偵察，而我們卻被耀眼的陽光遮蔽，什麼也看不見。因為這一切都是現實物理上可行的假設。但正如我上述所說的，勒布教授一直都是一個大量推崇外星文明觀點的人，這是一種假設，而不是科學事實。畢竟宇宙這麼大，外星文明一定是存在的，我們需要預防這種黑天鵝事件。3. 罕見自然體假說，這也是主流科學觀點最認可的一種。即3i 阿特拉斯並非金屬結構的飛行器，但它的構造卻與太陽系中任何彗星都不同。它可能來自低金屬風度的恆星系統。在此前詹姆斯·韋伯望遠鏡的觀測中，已經顯示出了它極高的二氧化碳與水的比例，而這一切都與它的誕生環境有關。根據科學家的推算，3i 阿特拉斯的年齡可能在70億到80億年，甚至比太陽的年齡46億年還要古老。它可能来自於银河系的後盤區域，而這裡主要是一些年邁且金屬含量較低的恆星。因此，這種比太陽系還古老的星際彗星樣本對科學家而言意義非凡。它可能是外星系行星形成的直接證據，讓我們得以窺見銀河之外的化學組成與演化過程。總之，近日點毫無疑問是這顆彗星發生變化的最重要時刻。雖然此刻我們什麼都觀測不到，但國際小行星預警網絡組織的全球性觀測行動已經開始運行。11月3日，3i 阿特拉斯將距離金星9700萬公里。在同一周內 ，ESA 的 JUICE 衛星將沿着木星軌道開始觀測它。一場關於3i 阿特拉斯的全方位觀測即將開始。我也將實時更新所有的官方觀測數據，給大家帶來第一時間的分析。